路易威登品牌成为了行李箱领域数一数二的品牌，这是上流社会的象征物品。从创办到现在，都坚持使用超过30年以上的树木。经过至少4年的自然风干后，再让工匠进行切割等等的工作，保证出售最高品质的产品。路易威登品牌从创立以来都不断地推出新的物品，现在不仅是推出箱包，还有皮鞋、手表、饰物、时装等等的产品。2004年，路易威登品牌已经到了第6代传人，有超过3000多个样品。今天带大家一起回到1820年代，了解一下路易威登创办人的故事。欢迎来到丁丁，丁丁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，让大家在紧张压力的生活中带点轻松的气氛，同时又能提高学习，所以记得按下订阅哦。在1821年8月4日，法国的一个小镇叫安切，在那里诞生了一位不平凡的男婴，他就是路易威登。路易威登的父亲是一位农民，而母亲是一位女帽缝纫师。路易威登的母亲在他10岁时过世后，父亲便娶了第2任太太。据说路易威登的继母处处都在刁难他，但是当时的路易威登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，他只能留在家里忍气吞声，常常在夜里偷偷流泪。那看来这也是促使路易威登成功创业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在1835年，14岁的路易威登再也无法忍受继母一直以来对他的欺凌，他决定离家出走。那一刻，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，想到巴黎闯出一番天。他一走就走了整整2年，一共470公里的路。为了让目标更加的靠近，这2年以来，路易威登一路上一边打零工，赚取养活自己的生活费和旅费。坚强、倔强和聪明的路易威登打过各式各样的零工。16岁的路易威登在还没有成年的年纪就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巴黎。幸运的他被一位当时著名的行李制造师看中，还收他为自己的徒弟。在那一个年代，无论是制作行李箱还是替客人打包行李，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。路易威登根据客户所提出的要求定制行李箱，也细心地帮巴黎贵族装好私人用品放进车里。很快的，路易威登以自己的技艺在巴黎上流社会创下了响亮的名声。1851年，拿破仑3世正式登基成为法国的皇帝。他的妻子欧仁妮王后竟然看上了幸运的路易威登，因为路易威登巧妙的手艺可以将王后的衣装整齐地绑在行李箱内，所以便雇佣他为御用的私人行李制造师和打包工。为年轻的路易威登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丰厚收入，因为人人都想用王后的行李制造师所做出的行李箱。那一年的他30岁。到了34岁的那一年，发生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件事情。他娶了17岁心爱的姑娘克莱门斯，也离开了王宫，开了属于自己的行李作坊，以自己的名字命名，路易威登制箱坊，正式创立自己的品牌。4年之后，路易威登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平顶帆布行李箱，比传统的圆顶皮革行李箱更轻、更结实，而且防水。因为平顶的设计让行李箱更容易地堆叠在一起，方便火车和轮船运输。而且当时法国贵族最流行坐火车旅游，所以这款新的行李箱非常的受欢迎。很快的便从法国贵族流行到欧洲各国的皇族和贵族，也是现代路易威登行李箱背后的由来。也因为这样，路易威登成功的建立了自己的工厂，也是今时今日路易威登集团的工厂和博物馆。其实路易威登也不是一直都那么的幸运。1870年法国和德国的战争，再到法国国内战争，都中断了路易威登的顺利发展。工人分散，设施被偷，商店也被毁了。但是他没有一刻想放弃，反而在等待重新再来的机会。战争结束后，他重新开始行李箱作坊，但是这一次他把焦点放在制作奢侈品。于是他制作出红色和棕色条纹帆布的行李箱，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贵族旅行时爱用的高级品牌，也是路易威登开始朝向奢侈品的第一步。因为市面上有太多路易威登品牌的伪造品，所以之后路易威登设计了像夕阳跳起的棋盘格帆布，还印上了 LV 的注册商标。1886年，路易威登考虑到行李箱的安全性，所以发明了一种行李单锁系统，也就是让顾客定制刻上专用号码的4元锁后，每一位顾客只需要用同一把钥匙就可以开关自己所有的行李箱，不需要带一大堆钥匙。而这一套系统到现在都还在使用，一直到70多岁，路易威登在1892年离世了。但是他所创立的品牌却还是继续的辉煌着，在这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抄袭者，
所以路易威登的儿子乔治用了父亲姓名的简写 LV， 让行李箱的图案升级，变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LV 字母，是半花、圆盘鲜花和鹰眼状鲜花的图形，成为路易威登品牌标志性的图案，一眼就能认出。之后，路易威登品牌也推出了许多不同材质的行李箱。到了流行汽车旅行的年代，路易威登品牌还推出了可以装下汽车轮胎的圆形箱，甚至是可以装下30双鞋子的铁箱、午餐箱、男士行李箱、写字台箱、藏书箱、内置雨伞背包、香水等等，多得数不完的款式和产品，每一款都让人惊艳。路易威登总是想着创造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物品，可见路易威登当时的发明，包括平底行李箱、手钩等等，都被流传至今。据说在1860年代，路易威登也曾经发明了一种可以装下一张折叠床的特制床箱，许多贵族环游世界时都会定制这一款箱子。路易威登独特的思维，无论是皇后公主，甚至是全世界的亿万富翁、影视明星、超级名模等等，都以拥有 LV 箱或包包为自豪，让 LV 品牌到了今时今日依然屹立不倒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路易威登品牌在创办人过世之后的故事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之后会另外和大家做分享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得到了一些支持，不妨在留言处留言并且关注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